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春晚讲坛。现在呢，天冷了，这个秋风扫落叶，大家看这个树上的叶子已落了，但这还有很多。那这个落叶落下来的话，整个院子里到处都是，草坪上、菜地里面、车道上都是。那落叶有个什么问题呢？首先一点，这个落叶我们必须清理掉。为什么在草坪上？如果说这个落叶不清理的话，它挡住草坪的阳光，然后把这个水汽捂在那里。时间长后，草坪会坏的，所以这个必须清理掉，这工作量还不小。然后这个车道上哈，这个菜地里啊，这个落叶需要进行清理。如果不清理的话，它同样是会这个为害虫提供一些残留的场所。那这工作量很大。那是不是这个落叶就是一个没有用处的东西呢？不是了，因为现在我们种菜的朋友的话，通常会遇到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每年都为这个肥料这个伤脑筋。花钱去买大量的牛粪、羊粪，甚至鸡粪什么的，这很可惜。因为什么呢？一句话，这些肥料它都是有机质。那树叶是不是有机质？树叶其实就是最好的有机质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现在到了冬天来了，有些植物的话，它这个耐寒性不太够，我们需要给它保暖的。那这树叶其实就是最好的一种材料。好，咱们现在先去找剪草机，先把这个院子清理一下。好，大家看一看，没有到2分钟，收集了满满一兜树叶，而且这个树叶的话很干净。这是我发觉的，就说是，通常大家爬树叶的话，就是用这个吹风机吹啊，用耙子耙。那其实那个方法，这个有点费力。那剪草机最简单。这清理过的地方，草坪上干干净净，没有清理过上树叶。这树叶收集起来后的话，我现在就说是找一个角落，这个角落的话，在院子里面，不太这个显眼，有点偏僻，而且这个地方的土的话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是堆了一些原来这个栽树的时候从这个坑里面挖出来的死土，很死。但这个土呢，怎么让它变成腐殖土？其实很简单，咱们现在剪下来的树叶，经过剪草机打，有点碎了，然后把它这样。就在这个地方放起来，放起来以后，通过这个整个冬春的这个风吹雨打、太阳晒，它树叶慢慢分解，变成一部分这个腐殖霜、腐殖质，跟土壤发生反应。那表层土经过这个几个月的反应，就生成了这个腐殖土。用去栽花的话，那就是非常好的。它这个原来的这个粘性被改善了，团粒结构出来了。那这个我们等到半年以后，咱们来收集这个腐殖土去栽花，就蛮好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厨余堆肥桶，大家可以看里面这个已经倒了一些厨余了，差不多能有5、6升的样子。那咱们就是放一些树叶进去，这样的话，它就是最好的碳氮比。这个剪草机打过以后的树叶也比较碎。好了，这样的话，下次接着倒厨余就 OK 了。这就是韭菜的地。那今天我要做一个实验，就是说，有的人说冬天不能割韭菜，有的人说可以割，那我们做就割了一半，不割一半，给它保上温，盖上树叶，看看怎么样。这盖的厚度的话不要太厚，我觉得话大概松散的盖大概10公分左右够了。盖太厚的话，它这个阳光不能渗进去，会也有不好的效果。那盖上以后，现在这个风吹的话，会让这个树叶会有这个损失。咱们先用塑料布压一下，
压上差不多3周左右，就可以给它拿掉了。这一块的蒜苗的话，我是1周前给它盖上树叶的，盖得那么厚，小蒜苗出来了，长得很好。有了这个保温层，咱们就不怕蒜苗被冻坏了，就会很好。当然要注意一点啊，就是说咱们盖这个树叶以后盖了，到2月底3月初的时候，记得把这个树叶要拿掉，或者说到时候需要追加氮肥。什么情况呢？刚才说了，它的碳氮比40到60比1，那就是说它的氮非常少。如果让它继续留在地里面，它会从这个土里面拿走氮素，那这个蒜苗就会出现缺氮的情况。这是一个情况。有的朋友会问，那这个会不会引起病害啊、虫害啊？这个的话大家不要担心。为什么呢？它病虫害的话，它是有特定的区系的，也就是说，危害这个蔬菜的病害虫害，它跟这个树叶的病害虫害不是一回事，不是一个区系，它相互攻击不了，这是第一。第二个，咱们现在秋天落下来的树叶都是树上最健康的树叶，它没有虫子，没有病。如果有虫子有病，那等不到这个时候，早落了。这个是今年新栽的无花果树，那无花果的毛病就是小树幼年的时候，这个耐寒性有点差，防过了第1年、第2年就没有问题了。那怎么防呢？大家看一看，这个是一个纸盒，我就把它从下边套上去。套的目的是什么？套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保留住树叶。好，现在盒子下去以后，为了防止风吹，咱们插上杆子，把树叶放进去。大家也许会问，为什么不把它封死？不能封死。这树它是活的，它有呼吸作用，封死以后影响它通气，这个也不行。所以下边咱们故意给它留一些缝隙，上边留一点点缝隙，让这空气微量的可以流通就好了。这个的话，根据我的经验，这个防寒就没有问题。那剩下来的，比如说咱们玫瑰的防寒，现在还有叶子，现在还不做，等到叶子全部落完以后，那咱们照样处理，就在它的下部围上一圈这个树叶就好了。那怎么固定这个树叶呢？同样的方法，最好找一个纸盒子放下去，把树叶塞在纸盒子里面，附住了下边这一盘就没有问题。为什么？这个玫瑰的话，咱们修剪的时候，最后的高度还得降到这样的高度，那咱们保住了下边，上边没有问题的。我看试试在多伦多这个佛手瓜根能不能越冬。它根在这里，我给它围上了满满一坑树叶，上边的话盖上塑料薄膜，隐隐约约还可以看到藤，看它这个能不能由1年生变成多年生。因为我知道这在温度够的情况下，佛手瓜本来是多年生的，在这寒冷地方不能越冬，就变成1年生。如果能通过这个方法让它变成多年生，那咱们佛手瓜就不用每年都种了。另外要注意一点，就是在树叶利用当中有这个那么2类树叶是不可以利用的。第一是松针，为什么松针不可以利用？第一，松针它是带酸性的，你拿去堆肥也好，那它会对土壤这个增加土壤的酸度，非常不好。第二个就是松针的话，它是针型的，这个保温效果非常有限。
没有咱们希望的那种保温的效果，所以这个不要用松针。另外一个就是树叶里面含有这个特定的化学物质，对土壤结构或者对植物生长有抑制作用的，那不能用。最典型的就是核桃叶，那这个就不要用它。那通常我们经常遇到的枫叶，这是没有问题，就是大部分阔叶树的叶子都是可以利用的。